美国、日本、菲律宾缩小包围圈，美军模拟空降台北。关于中美可能的台海之战，秦刚给出了正面回答。大家好，我是吕哲。相较于此前模糊的台海策略，美国拜登政府对台的实质性军事介入越发明显。拜登就任之后开始多轮对台军售，最近还曝光出有25家美国军工代表团集体窜台，商讨所谓的防务合作与交易啊。此外呢，美国还派大量的教官前去培训台军。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正在拉拢盟友们，持续缩小包围圈。最近，日本方面宣布将在位于冲绳县宫古岛市的航空自卫队宫古岛分屯基地部署爱国者3防空系统。你看，理由是应对所谓朝鲜威胁。这话说出来，日本人信吗？朝鲜在北边，日本跑到冲绳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却说是防范朝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针对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这个宫古岛就在台岛附近。近些年，日本和美国持续在西南诸岛上部署兵力，想将这儿打造成对台作战的前沿基地。而且冲绳根本就不是日本的，所以岛上的居民和财产安全都不在美国和日本的考虑范围之内。有危险就让琉球当挡箭牌，毕竟日本人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在台海问题上，日本向来都是最积极配合美国的那一个，甚至主动充当马前卒，在西南诸岛卖力兴建军事基地，并部署这个大量的美国军事资产。我个人推测日本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一旦军事介入了台海局势呢，中国即使反击也会先打击西南诸岛，而本土4岛依然安然无恙，可以隔岸观火。但是战火一旦蔓延，日本你能由得了自己主导吗？抱有同样逻辑的还有菲律宾菲律宾和中国之间本来只有在南海存在一些争议问题，而现在又多了个台海问题。因为菲律宾对于美国敞开了新增的4个军事基地，其中有一个距离台湾岛特别近虽然菲律宾方面一直强调不会允许美国使用基地对中国发起进攻行动，也不会卷入台海局势。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还对我们这么保证那么保证，但另一方面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台海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美菲共享军事基地将很有用。他也解释说这个基地将会在协助菲律宾公民撤离战区时发挥作用。说实话，菲律宾向美国提供这个军事基地，其实已经被绑在了美国战车上，而上了美国的战车，你就别想下来了。马克思保证美军不会使用基地发起进攻，你拿什么来保证美国会听你的话呢？最近央视海峡两岸还报道说，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首次模拟演练了空降台北的作战场景，而且到时候日本西南诸岛、菲律宾境内基地都将成为美军的前沿堡垒。而关于中美是否会在台海爆发战争，秦刚外长再次做出了回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之前他也做出类似的表态，台湾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中美关系必将地动山摇。地动山摇这4个字，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面对美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充当美国炮灰的盟友们。红线我们就画在这儿了，你要想试试，就放马过来吧。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